ママは本当に安楽死したいの？可能性は一つもないの？もう少しだけ遅くすることしはできないの？这3个问题来自一名12岁女孩，收到讯息的人是她44岁的妈妈真由美。当时真由美的子宫颈癌已经扩散到全身与脑部，不到1个月后，她将前往瑞士，完成一项由本人执行的协助死亡程序。最矛盾的是，真由美并不是已经放弃生命，她曾说，如果能够继续活下去，我当然不想死。那么一个仍然想活的母亲，为什么会替自己选定离开的日期？日本富士电视台的 The Non-Fiction 记录了这个家庭从决定到告别的过程。真由美和48岁的丈夫以及18岁与12岁的2个女儿住在一起，一家人会玩游戏，互相开玩笑，甚至以昵称称呼彼此，亲近得像4个朋友。但记录开始时，这个家已经在讨论妈妈离开的日期。事情要从3年前说起。真由美被诊断出子宫颈癌后，接受抗癌治疗，也曾经更换医院。丈夫回忆，真由美原本是能力很强的职业女性，生病后，她仍经常一个人查疗法到深夜。可是癌症仍一次又一次复发，癌细胞陆续扩散到胰脏、肺部与头皮，最后进入脑部。这一次能够选择的时间突然开始缩短，她的视力快速恶化，身体也逐渐出现障碍，头皮上的肿瘤仍在增大。如果继续等待，她可能失去更多视力与行动能力，甚至连飞往瑞士都做不到。2023年4月，导演山本将宽曾联络真由美，希望采访她，但她拒绝了，理由是家族に迷惑をかけたくないんです。半年后，癌症进入脑部，真由美却主动联络导演，并透露自己已决定隔月前往瑞士。问题是，丈夫与2个女儿还不知道，连日期都已经选好了。家人知道以后，没有出现一场谈完就彼此接受的对话。18岁的长女看着母亲长期治疗与疼痛，试着理解她的选择。12岁的小女儿却有很多话，面对妈妈时问不出口。于是她拿起手机，传出开头那3个问题。真由美回答，如果可以不做，她当然不想。可是不去瑞士不代表病情会好转，等待可能只会换来更多疼痛与身体功能消失。女儿又追问，如果我们阻止，妈妈还是会去吗？真由美没有直接回答，她只说，即使多活1个月，全家可能仍得在更严重的痛苦中再面对同一个问题。对话结束前，真由美向女儿道歉。ごめんね、ママ、病気になってしまって。女儿只回了一句，ママは悪くないよ。悪くないよ。这句话不是认同，也不是一个12岁孩子突然理解了所有事情。家人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自己赞成这个决定，但对他们来说，最残酷的地方也在这里。即使丈夫和女儿说不，癌症也不会因此停下来。经过一次又一次讨论，最后由丈夫陪真由美前往瑞士，2个女儿留在日本。出发当天早上，家里却出现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画面：2个女儿站在妈妈身旁，请她教自己怎么化妆。她们看着镜子，讨论脸上是不是太亮，最后还笑着说完成了。没有人提起，几个小时后，他们就要和妈妈告别。到了机场，真由美留给女儿一句话：不管发生什么，日子总有办法过下去，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活吧。正在准备考试的长女则笑着说，考试的时候记得附身到我身上。4个人交换事先写好的信，也依照约定努力不让告别变得太过悲伤。直到真由美转身走向安检区，2个女儿才背过身，忍不住哭了出来。可是当妈妈通过安检，再次回头看向他们时，
姐妹已经擦干眼泪，她们想留给妈妈的仍然是笑着挥手的样子。抵达瑞士后，真由美和丈夫安排了一段短暂的夫妻旅行。两人过去很少单独旅行，这次原本想去莱茵河畔的一间咖啡馆，真由美却因身体不适，终究没能走进去。生命的最后一晚，导演问起她对女儿的感受，一直很少在家人面前流泪的真由美第一次哭了。她说，两个女儿一直努力理解她，也给了她很多温柔的话，可是自己很快就要离开，女儿给她的那些爱，她已经没有时间慢慢还回去了。就在这个晚上，一家人还要做出另一个决定，两个女儿要不要透过视讯看着妈妈离开。真由美担心那个画面可能成为孩子一生无法抹去的记忆，但两个女儿说，她们想陪妈妈到最后。隔天，丈夫坐在真由美床边，手机荧幕里是从日本连线的两个女儿，她们一次又一次告诉妈妈，最爱你，谢谢你。真由美也谢谢丈夫与女儿愿意让她来到瑞士，并要3个人好好生活下去。接着，她依照程序亲自完成了最后一步。丈夫一度闭上眼睛，几秒后她又重新睁开。真由美在上午离开，丈夫当天晚上就必须搭机返回日本。前往机场以前，她独自走进那间妻子始终没能抵达的莱茵河畔咖啡馆，对面的座位是空的。她像自言自语一样反复问，这样真的好吗？她刚才明明还好好的。直到这一刻才看得出来，丈夫陪妻子来到瑞士，不代表他已经接受她的选择，尊重也不等于认同。他只是面对一个没有任何答案、不会痛苦的决定。如果挽留妻子，代表他必须替家人的不舍再承受一段自己已经无法接受的痛苦。那么，挽留还只是爱吗？可是反过来说，当离开的日期已经先被选好，再交给丈夫与2个孩子承受，家人所说的尊重，又有多少是真正自由的选择？这2个问题，丈夫没有在咖啡馆得到答案。他们跟着他一起回到日本。1年多后，2025年4月，长女迎来20岁生日。那一天，她收到一封信，写信的人是已经离开1年多的妈妈。真由美生前替女儿留下数十封信，把还来得及说的话一封封寄往自己无法抵达的未来。她离开的日期只发生一次，但她的话仍在女儿长大的不同时刻继续抵达。在后续回访中，丈夫带着2个女儿重返瑞士，他们走过妈妈原本规划的路，也来到那间咖啡馆。将近2年前，丈夫独自在这里怀疑自己的选择。这一次，对面坐着2个已经长大的女儿，他们播放妈妈离开前一家人曾经一起听过的歌。没有人替当年的决定补上一个确定的答案，只是这一次，他们3个人终于一起抵达了真由美始终没能走进的地方。真由美选定的日期只属于她自己，但那个决定带来的重量，丈夫与女儿却必须用更长的时间理解。这个案例不能套用到所有病人，也不是要替协助死亡投下赞成或反对的一票。它真正留下的问题是，当一个人已经无法表达，家人要怎么知道自己的选择是不是他真正想要的？如果不希望家人将来只能猜，我们至少可以趁还能清楚说话时，先谈3件事：最想保留什么，最不能接受什么，以及希望由谁替自己表达。这和瑞士的协助自杀并不是同一件事。在台湾，可以透过预立医疗照护咨商，与家人及医疗团队讨论后，正式留下自己的医疗意愿。提早谈不是替死亡做决定，而是让深爱你的人将来少问自己一次：我当时做的真的是你想要的吗？我是阿和，我会继续分享更多值得我们一起理解
与讨论的真实社会案例。如果你也想看见一个选择背后家人真正承受的是什么，记得订阅。顾爸妈，免惊啦。我们下一个故事见。